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谷口孝久先生所著的《不被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》这本书。人生中，陪伴时间最长的对象就是自己，无论多么想逃避，都无法逃离自己。所以，实际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，应该成为人生一切的基础。然而，很多人却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放在了次要位置。他们总是担心别人怎么看，却忽略了自己内心真正重要的感受。你不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吗？有研究显示，人一天大约要做35000次小小的判断。如果每一个选择都能以是否喜欢自己来决定，那么人生可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不是为了讨好别人，也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选择不会让自己讨厌自己的行动。乍看之下很简单，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强大而智慧的生活方式。因为别人不会为你的生活负责，而钱能买到的东西，只是那些标了价格的东西。真正的幸福、骄傲以及对自己的信任，是金钱绝对买不到的。因此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讨厌自己。这不是理论，也不是情绪，而是一种人生的态度问题。作者本人走遍世界，接触过各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他发现，无论住在哪里，成长于哪种文化，讨厌自己的人，总会在某种程度上承受不幸。而那些重视自己的人，不仅人际关系顺利，工作也往往进展顺利。本书将深入探讨如何活出不会被自己讨厌的生活。喜欢自己，才是幸福的出发点，比成功更重要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临终无悔的人都做了这些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；第二，看完这段视频，你对金钱的认知将被彻底颠覆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临终无悔的人都做了这些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。我想介绍的第一点，幸福是由自己定义的。那么，幸福是什么呢？这个非常哲学性的问题，本书作者的答案是由自己来决定就好。而这里的决定，并不是照搬别人给的答案。很多人会因为别人给出的答案而感到安心，但长期来看，这并不能让你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因为别人给出的幸福定义，往往与你自身的幸福定义不同。如果你紧抓着不属于自己的幸福定义，就会误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如果只是依赖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是幸福，那么从长远来看，你绝对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因此，重要的是自己思考并决定什么是幸福。为此，我们需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平时就自己思考并自己做决定。事实上，养成自己思考和决定的习惯有很多好处。第一个好处，提升人生满足感。心理学研究显示，人类通过自己做决定，会感到更高的满足感。相反，如果让别人替你做决定，一旦结果不如意，你的不满感会更强。想想看，如果是自己做的决定，即使失败也能接受；但如果是别人替你做的决定失败了，那种不满感就会残留心中。此外，研究还发现，人越多次自己做决定，自我肯定感就越高。第二个好处，确立自我轴心。现实中，并不存在所谓人生的正确答案。那些自以为能告诉你正确答案的人，其言语不必过于在意。你需要记住，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利有弊，完美的选择根本不存在。因此，你只能以自己重视什么为标准来做决定。通过不断自己思考和决定，你的自我轴心自然会确立。一旦确立后，做决定会变得异常轻松。你无需依赖年龄、社会规则或所谓正确性，就能以自我轴心为标准，自主做出所有选择。这样，你也就能够自由地定义自己的幸福。第二点是要理解，没有人真正关心你。本书作者在思考如何获得幸福时发现，幸福不是我们去争取的，而是不幸背后有原因。也就是说，人类天生就具备幸福的能力。如果如此，
那么不幸就是因为存在让你不幸的原因。因此，重要的不是如何获得幸福，而是如何避免不幸。深入分析导致不幸的原因后，实际上只有2个根源：与他人比较，过分在意他人眼光。事实上，世界幸福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的人们，惊人的不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去欧洲等幸福指数高的国家，如果问当地人幸福的秘诀，他们最先给出的答案就是不要与他人比较。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国家的不丹，当国民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后，与他人的比较随之开始，结果国民幸福感急剧下降。这也说明了，如果我们能断舍离与他人的比较和过分在意他人眼光，就能放下让自己不幸的根源，从而自然获得幸福。然而，很多人会想，那能做到就不用受苦了。为此，本书给出了具体的方法。第一步，停止与他人比较。可以尝试将“我是我，你是你”作为口头禅。人比自己想象中更容易受到自己语言的影响。通过重复这种口头禅，你会自然放下比较的习惯。第二步，停止在意他人眼光。首先要理解，别人根本没有那么在意你。一项美国电话公司的分析显示，人们最常使用的词是我。可见，人们都沉浸于自己的世界，根本没空去过多在意别人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就能轻松停止在意他人眼光。接下来介绍第3点，就是卸下心灵的盖子。大家觉得，地球上飞得最高的生物是什么呢？答案是跳蚤。但是，如果把跳蚤放进杯子里并盖上盖子，它就会一次次撞到盖子，即使后来把盖子打开，也再也飞不高了。它只能飞到之前盖子限制的高度。本书作者认为，这正是我们一直被告知这样做那样不行所导致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由于成为了义务脑，我们本可以飞到的高度，却无法再达到。我们就像在自己情感和可能性上盖了看不见的盖子一样生活。当你尝试挑战某件事情时，是否会对自己说“我不可能做到”？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过去被灌输的义务的诅咒在你的心里留下了负面印记。我们只被教导了义务，却从未被教导自由和权利，这是原因所在。然而，这个跳蚤的故事还有后续。即使是只能飞到盖子高度的跳蚤，如果和自由自在飞翔的跳蚤在一起，它就会意识到原来这样也行，并再次开始飞翔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飞不起来，但仍然想飞，该怎么办呢？方法是找到那些自由飞翔的人，并与他们一起度过时间。关键在于，你与他们相处时要怀着尊敬而非嫉妒的心态。嫉妒是试图把别人拉低到自己的低处的情绪，尊敬则是一种积极的能量，让自己接近他人的高度。相反，对于那些总对你说那不行你做不到的人，要尽量保持距离。通过与相信自己并不断挑战的人共度时光，你也能重新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高度，甚至更高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相信你自己。你觉得自己做不到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在心里认定了我做不到，这才是根本原因。接下来我想介绍第4点，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上，而不是无法控制的事情上。在英国，为了培养国民和儿童的自我肯定感，国家投入了大量预算。根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数据，自我肯定感低对健康有害。如果你的自我肯定感低，你会倾向于回避每一个行动，不再尝试新的事物或具有挑战性的事情。短期来看，这也许会让你觉得安全，但从长远来看，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地方，只会在内心深处加深怀疑与恐惧。保持低自我肯定感的生活，对心理健康是巨大的负担，也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。而心理问题最终也可能影响身体健康。因此，为了保持健康，必须提升自我肯定感。本书作者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人生中发生的事情，像天气，
而自我肯定感就像房子，雨下的再大，风刮的再强，如果房子坚固，就无所畏惧。相反，如果房子破旧，即便是轻微的恶劣天气，也会让人无法承受。很多人会试图去控制天气，希望它不要变坏，但天气是上天决定的，我们无法操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法控制人生中会发生什么。然而，虽然不能操控天气，却可以让自己的房子坚固。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法控制的事情上，不如把精力用在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上，效率要高得多。因此，我们要打造一座终身坚不可摧的房子，不仅保护自己，也能保护自己重要的人，让他们感受到安全与温暖。这样的房子，就是你真正的自我肯定感所在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。看完这段视频，你对金钱的认知将被彻底颠覆。在这一部分中，我将揭露一些没人知道的金钱真相。首先要介绍的，大部分人被蒙蔽的金钱真相之一，无论赚多少工资，都无法因此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在衡量经济富裕程度时，我们常用 GDP 这个指标，但实际上，如果将全球 GDP 高的国家与幸福度高的国家排名对比，会发现这两者几乎没有关系。举例来说，2023年美国 GDP 位居世界第一，但美国的幸福度排名是15位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，比如日本各都道府县， GDP 和幸福度的关系也几乎不相关。例如，东京都的 GDP 位居全国第一，但幸福度却只有第28位。也就是说，经济富裕与幸福并不完全一致。哈佛大学经过长达85年的大规模研究得出结论，人的幸福与金钱无关，而与良好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。由此可见，认为经济富裕等于幸福的观念是彻头彻尾的谬论。科学研究已证明这一点。那么，我们为了金钱而追逐幸福的人生，是多么的徒劳啊！即便等到50、60岁才赚到很多钱，到那时你也会发现，单靠金钱根本无法让自己真正幸福，而一切都已经太迟。这样的人生未免太悲哀了。此外，本书作者指出，上班族每月固定时间领固定工资，人们就像毒瘾者一样，盼望着发薪日的到来。的确，有工资就能维持生活，买食物、住房也无问题。工资确实很有吸引力，也让社会运转，我们因此受益，这是事实。但另一方面，工资制度也在悄悄剥夺我们的东西：时间、冒险精神和梦想。一旦习惯了工资的味道，就会害怕失去它。害怕失去金钱的同时，时间和青春却悄然流逝。于是，有人带着要是当初更勇敢挑战就好了的后悔，结束了自己的人生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，无论赚多少工资，都无法让人真正幸福。接下来要介绍第二个真相，大部分人被蒙蔽的金钱真相之一：过度追求金钱。很多人被一种错误的信念困住，钱能带来幸福。他们常常为了年收入多少、存款多少而苦恼。但如前所述，研究已经证明金钱与幸福无关。本书作者指出，能用钱买到的东西都是有价格标签的东西，例如房子、手表、短暂的享乐，这些都有价可买。而健康、家庭、时间等无法用钱购买，它们没有价格标签，能够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就足够了。如果过度追求超出所需的金钱，那就是在浪费身心健康和仅有的人生时间。当然，钱是必要的，但必要和想要是不同的概念。人类在满足基本需求后，总会想要更多。如果仅因为想要而追逐金钱，就会错失与新朋友相遇的机会，甚至可能失去已建立的友谊。同时，焦虑感也会增加。金钱还可能让你失去他人的信任，损害身心健康。仔细思考幸福，就会发现过度追求金钱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。如果把金钱放在首位，最终可能连用金钱能买到的东西都失去。因此，
我们应该重视金钱买不到的东西，这才是真正追求幸福的金钱观。接下来要介绍第3个真相，大部分人被蒙蔽的金钱真相之一，金钱不过是人类仅有数百年历史的实验而已。很久以前，住在湖边的居民每天只捕捞自己生活所需的鱼，即便多捕了一些，也很快会腐坏，因此他们自然不会过度捕捞，捕来的鱼还会与邻居分享，过着平静美好的生活。然而，有一天，这个地区出现了金钱这一制度，如果可以把捕到的鱼换成金钱，那么捕得越多，对自己就越有利。于是，就有人开始这么做，最终，这个湖里的鱼被捕得所剩无几。本书作者指出，这正如当今世界的状况，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完全与金钱无关。相反，大多数人每天都被金钱左右。人们追逐金钱，是因为食物和住所都需要金钱才能获得。远古时期，人们通过物物交换生活，而金钱的出现确实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。然而，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，金钱与可以用金钱交换的东西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。比如食物，即便拥有过多，也会腐烂，还可以分享给他人。但一旦食物可以换成金钱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金钱几乎可以无限持有，即使拥有超出需要的东西，人们也更倾向于把它转换为金钱储存，而不是与他人分享。手上若有吃不完的食物，很多人愿意分给他人，但几乎没人会把多余的钱分给别人。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，金钱的制度从出生起就存在，因此很少有人会怀疑它。但从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来看，金钱制度的历史顶多也只有数千年，严格说还处在实验阶段。而即便在这短短的历史中，也发生过多次经济混乱，如泡沫破灭、雷曼事件等。许多人因为被一张纸币，也就是钱而左右，失去了人生中宝贵的时间和其他无法替代的东西。那么，你的人生真的值得为一张纸币而被左右吗？对于那些被金钱牵着鼻子走的人，有必要停下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总而言之，幸福并非来自金钱，也不是依赖他人的认可，而是源自我们对自我、生活以及价值观的掌控。真正的幸福，是学会不讨厌自己，理解自己能控制的与无法控制的事物，珍惜时间与关系，并敢于追求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。金钱只是工具，而非幸福的来源。他人的目光无法定义你，唯有你自己能决定人生的方向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